这是一个石蜂鸟巢，但这并不是一只小石蜂鸟，这是一只刚孵出的蜜猎，它的致命性要高得多。母亲把它放在这里时，刺穿了巢里所有的蛋。然而，一只小石蜂鸟在这次袭击中幸存下来，现在正在孵化。虽然蜜猎仍然完全看不见，它还是本能地用它锋利的钩状喙刺死了小石蜂鸟。在接下来的几周里，宿主父母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将他们的孩子杀死的小蜜猎。这只是巢寄生的其中一个例子，它是一种动物欺骗另一种动物，为自己养育后代的进化策略，在鸟类中尤其常见。通过把蛋放在宿主的巢里，寄主能够将养育子女的主要成本转移到宿主身上。寄生的幼雏通常很早孵化，之后就独占宿主照料。有些会刺死其他的雏鸟，有些则会将剩下的居住者挤出巢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宿主对宿主的危害较小，并不是所有的宿主都会杀死宿主的所有后代。褐头牛狸通常通过更大声、更频繁地乞讨食物和一张更大的嘴来战胜对手。其中最温和的莫过于黑头鸭把蛋产在其他巢里孵化。然而孵化几个小时后，它们只是溜达着离开。但是在巢寄生最恶劣的情况下，为什么宿主不表态？事实上，他们通常会将成年的寄主驱赶出巢，许多宿主还会采取进一步的防御措施。但是他们能否识别并拒收寄主的蛋和雏鸟，似乎取决于几个因素。东非比霸翁会收容褐头牛狸的斑点蛋，虽然它们自己的蛋是纯白色的。另一方面，灰猫朝东是产出同一类寄主的专家，他会记住巢中第一个蛋的样子，通常是他自己的蛋，并抛出任何异常的蛋。这种报复性的适应助长了进化的军备竞赛。寄主进化出的蛋与宿主的蛋非常相似。有趣的是，那些会排斥寄主的鸟类通常对寄生的雏鸟一无所知。芦苇鹰擅长逐出品相异常的杜鹃蛋，但如果有一只杜鹃在巢中孵化，即使它长到了自己的6倍大，芦苇鹰还是会照顾它。虽然拒收雏鸟是很罕见的现象，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子。在孵蛋的时候，澳大利亚的壮丽西尾鹩鹰会为雏鸟唱歌，赋予它们一种独特的音符密码。杜鹃在鹩鹰的巢中时会先孵化，然后将其他的鹩鹰挤出去。但也许是因为它孵化得更快，杜鹃雏鸟没有学会密码，因此它不会哼唱正确的音符。在这种时候，成鸟通常会离开鸟巢，并建立一个新巢。总之，宿主们表现出了非常多样化的反应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取决于巢寄生进入它们生活环境的时间，即意味着它们有多少时间进化出适应的能力。事实上，研究已经表明，那些能够拒收寄主的蛋的宿主，很少能从视觉上区分两者。它们只是对视觉信息缺乏反应。这可能是因为在巢寄生出现之前，反应没有适应性价值。即使宿主能够识别寄生者，处理掉也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。宿主，特别是小型宿主，可能无法杀死寄生者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打破自己的蛋的风险，除非所有雏鸟都被寄生者杀死。最好的方法是抚养这个冒牌货。巢寄生往往会引起人们的恐惧和鄙夷，但是为什么它就应该比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更令人反感呢？把人类的道德观强加于其他动物身上有什么好处吗？还是它最终描述的其实更多是我们自己？不管你怎么想，巢寄生都是一例令人着迷的进化的转折。确保您订阅了这个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学习新鲜玩意的机会。